大家好，我是13，今天我们要试骑的是 Suzuki DRZ 400SM。现在影片中是骑这台，不过影片中可能还会换车，因为我现在是在上这个 So-called Supermoto 的课程啊，其实一整排都是 DRZ。虽然说每台车有一些可能一点不太一样，比如说刹车啊，因为每台车的保养跟调整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基本上就是 DRZ 400SM 啊。其实有一些是 DRZ 400S 改成 SM 的版本，或是其他的 DRZ 400SM 都是有些应该是化油器的改装，或者有改排气管什么的，所以那些车子力量大一点。这是为什么大家没有人要骑这台？虽然它长最新，可是它力量最弱。没关系，这刚好来试试原厂的 DRZ 400SM。说原厂啦，可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也拆掉了，车灯啊、仪表啊什么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在 follow 滑胎车的话，其实你应该对 DRZ 很熟悉啦。原因是因为 DRZ 已经出来很久很久了。不过 DRZ 400S 的话，其实2001年吧，2000年都出来了，一直到现在也都没有改款。那 SM 的话 ，Supermoto 版的话是2005年出的。一样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改款，换颜色而已。那还是化油器的车子，它还没有改 fuel injected，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，他们觉得这车真的是老车一台。那这台车座高是89公分，你没有听错，非常高。可是看车子，有些车子，比如这台车预载，我看它比较软，所以我跨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我脚是可以踏地的。那马力的部分呢，则是达到快40匹。那之前有人说这台车，是不是真的比 KTM 390 Duke 慢？原厂的设置啊，你在拉转这样子。它的确没有像390 Duke 那种喷出去的感觉，但它一定是比你现在市面上看到的，比如说天价300啊，或者其他什么 CBR 250、CBR 300，这扭力起来大很多。但我现在说的是原厂车，因为你也知道化油车它这样其实很好改装啦，你随便爬完你也看到一大堆改装品。可以解封印。那我记得台湾部分好像只有卖滑胎版嘛，好像没有卖 S 版本。不然实际上，S 版越野版呢，它的前叉刹车都不一样。其实 DRZ 还有出更早之前有出个 DRZ 410。那个是纯林道车 ，S 版也是林道车，可是1版是是不能挂牌的林道车，所以它本身的化油器我记得就不一样，所以它那台车其实感觉就更快。哦 ，somebody crashed， 好像不是学生，因为现在这个是开放式的赛道练习。那 SM 版本呢，其实跟 S 版本它的化油器就是，我觉得是 Mikuni 的，因为有名一点的话，好像是什么 FCR 之类，那个真的是比较厉害的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原厂车跑起来没有那种喷出来的感觉。
那这台车的我刚刚说悬吊设置嘛，它前面是倒叉，然后它刹车系统呢是大碟，跟 S 版差很多，所以我在刹车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看到，其实在路上是非常适用了。那林道车之所以为什么刹车系统比较弱，碟片比较小，是因为在土路的时候，你要是前刹太强的话，其实非常容易锁死。如果你骑车向往龙头很稳定的话，那这台车绝对不适合。因为越野跟滑胎车，它主要就是松，非常松 ，very loose。你看它会这样晃，但实际上玩这种车就是要松，然后抓的是轮胎的极限嘛。所以跑土路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前滑后滑全部一起滑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骑街车或者骑仿赛骑久的话，你会非常不习惯这种车子的设定。好，现在骑这台黄色的，车子比较高啊，有改管。哇，厉害！这节我拿这台是13号，其实每台车啊很有趣，虽然都是 DRZ， 可是骑起来其实力量部分都有一些不太一样。那我刚好特别去问，然后它就是像我之前有提到说，除了不同的花油器之外呢，这里面的调整就有点不一样。Dirt and road? Dirt and road is the same setup that we did. Okay. 那这一台呢，前叉是 S 的前叉，可是它的确是有改大碟盘，所以就是看了个 mix and match。然后他还跟我说，其实有时候也很难说，因为有些车买来的时候就比其他车快一点，很奇怪。这刹车感觉不太一样，所以跟我说 DRZ 400到底骑起来怎么样子，其实。大概感觉我可以跟你说啦，可是实际上那这些车真的都有改过，所以手感上比较真的不太一样。力量真大，对啊，这比刚刚一开始拍的那台原厂力量大一点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这台车到底有没有比390 Duke 快？我跟你高速的话，我不能跟你说，因为我这个场地很小。但是起步扭力的感觉，解封印之后，我觉得。基本上这动力我觉得差不多，甚至还可以更快。因为刚刚有一台车，它那个低扭喷出来的感觉，我就觉得比390快一点，所以还是很有趣。买车不太一样，但是化油车就是这样，可以自己调整。实际上跟其他的 Factory Supermoto 比，比如说拿 CRF 啊或者 W450那种去改成滑胎的话 ，DRZ 的确是算是比较笨重。
那我自己没有骑过450，但是我刚刚跟另外同学聊，他说他之前来的时候有遇到就是 AMA Supermoto Pro， 有一次美国职业选手他骑的450，然后说他整个 track 他只敢用1档跑，这个力量大到他不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讲。但说实话，以这样的卡丁赛道来说，你骑一台这么强大的 Supermoto， 你不一定会骑比较快。所以我看到很多这边有一些人，他们是骑更小的125的在练习。但坦白说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用一台DRZ 400这样的动力，然后在这边练习，真的是绰绰有余啦。我自己技术也没很好。这轮胎 Dunlop Q3 是不是？在这样的场地上这样跑，真的算很黏啊，而且还可以跑土路，真的不错。那课程为什么会用像这么多 DRZ？ 原因只有一个，刚刚教练特别讲 ，because it's damn reliable， 超级耐操。他说这样骑过去，要保养又便宜，都零件要换又好找。对，它没有像 Factory Supermoto 那样子这么大力量，可是作为练习练车用，这样跑其实非常的好玩的。然后有趣的是，我刚刚有提到说降档不用，退档不用啊。他说整台全部的 DRZ 里面啊，用那样的方式降档，因为你刹车刹很慢，然后轻轻放，然后再放开离合的这个动作，完全没有对离合器片就是有任何的损伤。OK， 我想完全当然不能说完全啦，因为骑车一定会有一些消耗嘛。但是他说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说，要去换离合器片或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很耐操啦，真的很耐操。他都这样讲了，而且他骑，我相信这些车遇过的 abuse， 就是你也看到大家在冲，大家在跑，大家在摔。哦。Sorry, we're gonna have to charge you $10 for a grip. 就是你也看到大家在冲，大家在跑，大家在摔。而且比一般人在买这台车会玩得更凶，就没这个问题，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。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啦，如果你是骑 DRZ 这种 Supermoto 啊，你要习惯它那种松垮垮的感觉，因为它毕竟就是 dirt bike， 是越野车这样。如果你想要那种 planted 是骑车感觉很像很扎实的过弯什么的话，那这些车是不适合你了。他随时就觉得怎么松垮垮，有些人如果不懂的话，会觉得这车是不是坏掉？怎么那么松，怎么那么不出，就是会一直晃。可是这就是滑台车就是这样子，对啊。刚刚黄色这台感觉力量比较大一点，不过你仔细看它，整体的造型跟 SM 版也不太一样，应该是 S 版再改过来，因为看它龙头 control 就知道，这不是街车用的，这是林道车用的。好啦，那这就是 Circle Supermoto DRZ 的4期，那给大家做个参考啦，因为毕竟这跟外面试售车、新车骑起来一定会不太一样，因为这都有去做修正，也是改过嘛。好，那这次4期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对其他滑台这条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当然也要顺便按个铃铛，你才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。那就先这样啦，谢谢大家。